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君莫评论钢琴即兴的随弹系列。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呢随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我想到的是副旋律线。那什么是副旋律线呢？我们也知道歌曲呢，它由这个伴奏还有这个旋律呢组成的。那么副旋律线呢，就是肯定是在这个旋律之外呢，我们再添加一条旋律的这个线条。那么这个线条呢，一定不可能呢跟这个主旋律呢有冲突，而且呢应该是跟主旋律呢有一个融合，有一个配合。所以呢，这样一条副旋律线呢，很多时候呢它也会出现在譬如编曲上面。譬如在编一首这样的一个主旋律的歌曲的时候呢，放进就是其他的一些乐器，那么编一些就是副旋律线这样。但是呢，我们在伴奏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副旋律线呢？那今天呢，我想要和大家呢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一个见解，就是当我去做创作的时候呢，我是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些副旋律线的。那么今天呢，会分享几个要点。首先呢，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我们要找一些我们自己非常熟悉的歌曲，或者是像我那样呢，就是平时呢有做创作的，就是我们要去自己呢去创作一段旋律，譬如哼唱一下，就好像我之前的一些视频呢，我也比较喜欢呢做这样的一些即兴的哼唱。那么今天这个即兴的哼唱呢，它是这样的，是放在 C 调里面的4-5-3-6-2-5-1的这样的和弦进行。所以呢，它的这个哼唱呢，它是这样的。那么刚才呢，我就做了这么一小段的这样的一个即兴的哼唱。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当我们做完这个哼唱，或者是我们找到了一首熟悉的歌曲之后呢，我们非常熟悉它的旋律，但是同时间呢，我们也要非常的熟悉它的和弦的构成。譬如刚才呢，我弹的就是4-5-3-6-2-5-1这样的一个哼唱，所以呢，我必须要非常的熟悉这个4-5-3-6-2-5-1在 C 调里面，或者是在其他的任何一个调里面，它的这个和弦进行是如何弹的，我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点。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首歌曲的这个旋律是怎么样，无论是你自己呢去选一首自己非常熟悉的，或者是自己非常喜欢的，跟着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和弦进行是怎么弹的，无论是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调上面，我们都知道这个和弦进行怎么弹。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呢开始设计这个副旋律线了。这个副旋律线呢，真的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说我一定可以套入某一些公式上去呢，就可以弹得很好听。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因为呢，每一首歌曲它的旋律都不一样，所以它创作出来的这个副旋律线，它的这种线条的美感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说乱弹，就打比方的，是吧？就是我不能够这样去乱弹。但是呢，我们要如何去弹的有美感的话，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有一点点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吧。打个比方，如果是 F major 7过渡到这个G/F 的这样的一个和弦，就是4级到5级和弦这样的一个过渡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你看它是如果副旋律线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样。打个比方，我的左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1-5-1，跟着右手呢，那我就将它分解吧。你看，是吧？就是将它的那个和弦的其他音，这个3音呢，这个5音，这个大7音，跟着 G 和弦是吧？就是 G 和弦，我弹的就是所有的这个1、3、5音。真的，我的左手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斜杠和弦。那么弹的时候，其实呢，我的左手还是1-5-1，但是呢，我的右手呢就将所有的这些和弦呢，它的音呢将它分解出来，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好听的一种旋律线。因为如果我不唱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效果，是吧？跟着3级和弦，跟着我这里，我在这里呢用的就是这个 Am9 和弦，跟着2级和弦。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我基本上呢就是5级和弦，我基本上呢都是在弹它这个弦内音，基本上都是弦内音，可能会加一些这个9音呢，或者是一些挂留音这样，但是基本上呢都是在这个和弦的这个体系里面。那我再弹一次，就是当我们在弹这个旋律线的时候呢，它一定要有逻辑。你看，
是吧？跟着2级和弦，是吧？其实也是可以的。我刚才弹的那一些呢，就是放在这样的一个哼唱上面，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所以听起来呢，其实还是蛮好听的。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基本上因为我没有弹这个主旋律的这个音嘛，其实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伴奏。但是呢，我在弹和弦的时候呢，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加这个和弦里面，无论是这个4级和弦、5级和弦，就是我们过渡到目标和弦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所有的音呢，我们都可以去考虑去加进去。跟着呢，我们就可以去摸索一下怎么样弹，或者是我们可以这样弹的，就是我们刚才弹的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就近音区啊这样的一种弹法，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呢做一些跨音区的弹法。打个比方呢，我们刚才就是这样弹的时候呢，打个比方，我会用它的这个大七音，跟着用它的这个 F 和弦 F major 7和弦的这个3音，还有呢就是做这样的一个8度的这个大七音，我们弹一下试一下。还是很好听的是，你看，跟着这样不好，是吧？你看我弹的就是一个转位和弦嘛。你看这个是E minor 7和弦，跟着这个是第一转位，这个是第2转位，是吧？那我弹的其实就是第2转位嘛，我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第2转位，就 E minor 7和弦。你看。我弹的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就 A minor 7的和弦里面，跟着呢可以弹一些，你看这个是 A minor 7嘛，跟着我就弹它的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第二转位和弦了，跟着的，但是我加一些音，是吧？你看，所以呢，其实基本上我刚才做的其实就是一个下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走音阶嘛，还是蛮好听的，是吧？所以呢，如果是放在这个哼唱上面呢，它是这样的，慢一些，是吧？其实也是非常好听。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基本上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些规律，就是当我们去弹奏这个所在和弦或者是目标和弦的时候呢，我们去用它的这个所在和弦或者是目标和弦里面的这些音，跟着呢再做一些这个上行下行的这种弹奏，或者是一种8度音啊，或者是一些爬音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走音阶这样的一种弹奏呢，只要是那个节奏就跟我们唱的时候呢，它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就是我们不是乱弹，就是它可能本来这首歌曲呢，它出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4分音符或者是8分音符，跟着你突然间来一个32分音符，这样可能就不太合适，是吧？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是8分音符啊，跟着我们在上面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可以用一些这样的一些，譬如16分音啊这样的。再来一次，8度音、和弦音、转位和弦，加一些9音。再来一次，我们用低一点的音区。
如果我是一个小白或者初学者的话，我的手指的张力不是特别够的话，那么呢，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就近原则的方法，就是我们找就近的这些音，我们呢就不做它那些什么8度音啊，还有上行、下行这样的一些音呢，我们就在就近的这些和弦里面呢，我们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这种副旋律线的这个音。打个比方，谁看？是吧？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就是弹少一些音呢，跟着呢，确保了我们的旋律线呢，这个旋律的线条呢，它是有逻辑的。那我再弹一次。是吧？可以再弹一次。是吧？所以有没有发现，哪怕我们只是用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这种就近的原则，就在和弦音，就是无论是这个所在和弦，或者是这个目标和弦的这个和弦音里面呢，我们去找这样的一些就近的音，不要跨度太大，因为呢，它本身就是一条旋律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当我们去唱歌曲的时候，就歌曲里面的旋律呢，它的跨度呢，也一般呢，就是它都是有逻辑的。还有呢，音与音之间呢，它也不会跨度的特别大。所以呢，当我们去做这个副旋律线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它一定要有逻辑性，就是它一定要好听。同时呢，它也需要我们去有更多的这些积累，因为当我们去听到一首很好的歌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听一下它的伴奏，就是去听一下他们就别人一些高手他是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副旋律线的。所以呢，当我们听得多的时候呢，而且当我们在键盘上面呢去摸索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容易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而且又是动听、感人的，还有很有逻辑性的这样的一些副旋律的这个线条。那么现在呢，就非常快速的回顾一下今天分享的4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首先要去选择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们是熟悉的，或者是我们喜欢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我们需要熟悉它这首歌曲的这个旋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它的所在的和弦是如何去弹的，这个和弦进行是如何弹的。跟着呢，当我们去弹这样的一些副旋律线，我们去创作副旋律线，我们去感受这个副旋律线的时候呢，它也必须呢，就是跟我们这所唱的这个旋律，它这个节奏呢是比较一致、比较吻合的。跟着呢，它有一种呢，就有点像就是一对恋人或者是一对闺蜜这样的一种互相聊天的这样的互相对话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就是它是彼此的这样的成就。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小白，跟着或者是我比较就是初学的，跟着在我去做这样的副旋律线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先省略掉这些什么8度音啊、上行、下行啊，还有一些16分音啊，这样那么多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就近原则去找一些这个所在和弦或者是目标和弦的和弦音，去感受一下这个副旋律线是怎么样去创作的。还是那句话，这个副旋律线的这个创作呢，它有一点点的规律，但是呢，它没有说固定的一个模式。这个思维的模式呢，我们可以说就套入一些公式在上面，它就可以应用在所有的歌曲里面。它也许能够运用在某一些歌曲里面，但是呢，任何的歌曲的这个旋律都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副旋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多一点尝试，我们需要去多听别人是怎么样去弹奏副旋律的，跟着呢，我们去积累别人的这种经验，跟着呢，我们自己呢也要在这个键盘上面呢去摸索，去找出这个副旋律线的这种美感，跟着呢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些歌曲里面，无论是我们喜欢的歌曲也好，我们熟悉的歌曲，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创作上面。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了副旋律线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呢，如果今天的这个视频对你来说呢非常有帮助，而且你又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记得要点赞、收藏，还有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呢继续的留言。推荐大家去观看一下我之前的这个如何即兴背景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集，对大家来说呢一定也有帮助。因为呢，当我们去弹奏这个背景音乐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弹这些旋律，所以呢也是可以积累了弹副旋律线这样的一种经验。那么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拜。